Hello，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玩塔罗。我们今天要来占卜的题目呢，是你暗恋的人是不是也喜欢你，会不会有发展？好，我们一样看到画面上有4种宝石作为我们今天选择的参考。第一种呢是蓝磷灰石，第二种呢是红碧玉，第三种呢是黄碧玉，第四种呢是紫锂灰石。好的，现在请你闭上你的眼睛，深呼吸3次。深呼吸完了之后，请想着你暗恋的人，想着你自己，想着我们今天的题目，我暗恋的这个人也喜欢我吗？我们会不会有发展呢？想好了之后，请你睁开你的眼睛，直觉的从这4种宝石当中选择其中一种。选好了吗？选好了之后，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蓝磷灰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蓝磷灰石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代表过去一段时间你暗恋的人对你的感觉，中间这6张牌呢是现在的他对你的感觉，还有他有没有想要跟你有一些感情上的发展。后面这3张代表的是未来2到3个月你们的感情发展哦。我们来看前3张牌，第一张我们看到的是钱币7的逆位，我们来看到的是圣杯10的正位，我们来看到的是圣杯国王的逆位哦。好，这3张牌代表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呢，你喜欢你暗恋的这个人，其实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因为钱币7的逆位加圣杯10就代表着如果他可以选择就在这个世界上选择一个对象的话，
其实他觉得你是最好的那个对象。可是呢，圣杯国王的逆位也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人呢，其实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来说，他就是一个相对被动，然后他也有时候没有办法好好表达自己感情态度、感情想法的一个人，所以他在面对到你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你有一些发展。就是他是喜欢你没有错啦，之前就喜欢你，但是他自己在感情表达这一块是有一些障碍的，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中间6张牌哦。那现在他感情障碍有没有好一点呢？面对你，他的感觉想法是什么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圣杯4的逆位，我们看到的是圣杯9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权杖8的逆位哦。简单来说，我真的觉得这个人还蛮龟毛的。为什么呢？因为圣杯4的逆位跟宝剑9的逆位呢，其实都代表着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他其实有一些事情已经慢慢看开了，或者是他有一些觉得有障碍或是有压力的地方，没有办法跟你好好互动的地方，他全部都慢慢的看开了，他也没有再去比如说被过去的一些感情问题或者什么状态给困住，也没有。但问题就是我们看到权杖8的逆位，他在执行面这一件事情上面，就是他在感情这一块上面，他就是没有办法很主动，他就是一个相对被动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会顾虑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所以他就算排除了某一些原本的心理障碍，他也很难跟你好好有一些比如说在感情上面很直接的一些发展。好，我们来看另外3张牌哦。第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权杖3的逆位，我们看到圣杯9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皇后的逆位。他担心的问题其实蛮多的啦，譬如说是不是会让你不开心啊？譬如说他现在的钱不够多，赚的钱不够多，然后他其实会想东想西，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好一个计划，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你有一些发展。因为权杖3的逆位、圣杯9的逆位跟钱币皇后的逆位都代表着他其实有时候会自我否定，然后这种自我否定其实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些进度跟行动，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对你有兴趣，但是他好像又对你没有兴趣，就是他自己会因为他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些压力，最后导致跟你之间就是很难有一些感情上的发展。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卡在他自己身上了，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很矛盾，你就会觉得他好像裹足不前那种感觉。好，那未来2到3个月你们之间感情会有一些发展吗？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命运之轮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圣杯2的逆位跟钱币4的逆位。好，这张牌代表的是，其实命运之轮代表的未来2到3个月当中，你们之间会有一些明显的进展啦。可是会不会到交往呢？圣杯2的逆位告诉你是不会的，可是钱币4的逆位代表着你会慢慢开始认识他，然后你会知道他的人生障碍在哪边，你会知道他对你的一些，你会知道他的龟毛点在哪里，他到底卡在哪边过不去。你慢慢会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如果你可以帮他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是至少帮助他看开一点，你们的感情就会有一些发展。那命运之轮在这边其实讲到的就是时机也到了啦，那这个时机到了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那有一些事情会有一些明显的改变，所以你会感受到好像进度有一些往前进的感觉哦。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 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的，我们独角兽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呢是 Thankful， 这个人其实是需要得到一些回馈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他做了某一些事情，然后你对他没有反应的话，他其实会感觉到他是不是做错什么，他其实就是搞操环，你知道吗？就会想一堆有的没有的事情。所以在这边呢，我会建议你，就是如果他主动做了什么事情，你要记得称赞他，谢谢他，就是你很棒啊，也不用到这么夸张啦，但是就是告诉他说你很谢谢他这样子，然后要对他至少要笑着告诉他说谢谢你，我很开心这样子，你要有一些表示了哦。第二张是 Family Culture， 我觉得未来2到3个月你可以稍微的去多了解一下他的家庭文化，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他爸妈的教养下让他其实对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心哦，所以呢在未来2到3个月我会建议你可以去多多理解他的家庭环境跟现况。第3张牌呢是 Let Go of Stress，
你要帮他解除压力，你们之间感情才会有往前进。他是一个遇到压力就会退缩的人，所以第一，我觉得不是你要不要制造压力给他，而是你要教他怎么去释放压力。人生一定会遇到压力，但是怎么把压力给释放掉，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好吗？好，就是选择到蓝灵灰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红碧玉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红碧玉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牌是过去一段时间你暗恋的人对你的感觉跟想法，中间这6张是他现在对你的感觉跟想法，然后他有没有想要跟你有感情上的发展，后面3张是未来2到3个月你们之间的感情进展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前3张。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钱币3的逆位，然后我们还看到圣杯7的逆位，我们还看到权杖王牌的正位。那这3张牌呢，其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几个蛮重要的讯息，就是他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当中，他对你没有太多感情上的一些想法，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单纯可靠的人，可是有时候他不太懂你的想法啦，因为我们看到钱币3的逆位跟圣杯7的逆位，有时候他会觉得你跟他的一些理念啊、想法，或者是你跟他的梦想好像都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他有时候在你身上也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一个好像你很积极的一个感觉，但是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可靠的人，他觉得你在做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棒，然后你做出来的事情其实你也算是主动的，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你可能没有什么太多长远的规划，但是你是一个可靠的人，可是感情上就没有太多想法。好，来看中间6张牌，那他现在对你的想法有没有比较多改变呢？我们看到的是圣杯10的逆位、钱币6的逆位跟太阳牌哦。这一张牌其实代表着他觉得你会是他的好朋友啦，至少目前来说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好来往的对象，跟你在一起互动是很开心的。圣杯10的逆位跟钱币6的逆位都代表着其实感情这一块上面他其实并没有把你当成是他的一个好的对象，因为他其实对你没有太多感情上的一个想法。钱币6的逆位其实也代表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他其实从你身上没有感受到就是你对他有多少的喜欢，因为有时候好像你就是暗恋的状态啦，所以你没有很直接的让做一些事情好像去博得他的好感。但是太阳牌在这边就讲到了，他觉得他跟你互动的时候他很开心，他觉得好朋友就是该这样，所以他觉得跟你相处的时候他是会笑的，会愉快的，会开心的，他是蛮享受这种感觉的哦。好，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钱币王牌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权杖5的正位，跟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宝剑7的逆位哦。他有时候会觉得你在做一些事情上面你可能想的太多了，然后他摸不透你的想法，因为他觉得你好像有在想某一些事情，可是你展现在他面前的好像是你好像什么都跟他说，所以他其实有时候在面对到你的时候，我们这边看到钱币王牌哦，他觉得他好像都知道，但是好像很多东西他也不知道，可能你比较没有在他面前讲到你内心的一些感觉跟想法，你可能就是告诉他说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啊，然后相对来说他觉得跟你互动上好像比较表面化一点，比较没有比较可以比较深入的部分，所以他觉得他对你的认识是有限的，但就朋友来说他觉得跟你当朋友是快乐的事情。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未来2到3个月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会怎么进展。我们看到的是权杖皇后的逆位，我们看到的是宝剑5的一个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皇帝牌的逆位哦。那这3张牌代表着是呢，其实未来2到3个月你跟他之间的发展上会相对更加亲密一点，但这种亲密不是爱情上的亲密啦，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无聊的时候就会约碰面啊、聊聊天啊、吃吃饭啊之类的，可是感情上实质的进展是不太有的，因为权杖皇后的逆位跟皇帝牌的逆位都代表着他其实算是蛮开放的态度在面对你啦，就是跟你聊天有什么都可以聊，然后开开心心，可是感情上这一块里面你们就没有人是往这方面去走的，你可能还是保持一个暗恋的状态，但是你就是觉得说 OK 我在他身边这样子跟他互动我就还蛮开心了，然后他也是很多东西都跟你讲，所以他没有感受到你对他有喜欢，然后他对你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喜欢，但是你也还蛮觉得 OK 这样也蛮好的，就是在他身边不无聊，然后你也不会觉得
好像有他在身边你就不会觉得寂寞啦，所以你自己也没有很积极，感情上就没有什么进展。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我们用独角兽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第一张牌呢是 Wish upon a star 哦，这个如果你希望感情有点进展的话，就去跟神明跟星星许愿哦。有些事情可能要超自然的力量推一把会比较快一点。好，第二张牌是 Synchronicity。有时候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在想一些事情或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自己不要想得太复杂啦，你太复杂他也搞不懂。然后他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人，然后你就用很简单的态度面对他就好。很多东西喜欢就喜欢，开心就开心。他其实面对这样的你，他会觉得更喜欢。好，就是 decide， 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他，想要跟他在一起，你就下定决心，好好的跟他有一些互动，不要就是想太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处在一个没有下定决心的状态，然后或者是你遇到什么情况又会开始退缩，又会开始转变，所以对你来说，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在你没有下定决心之前，你跟他之间的状态都是很难有什么太多突破性的改变的。好，就是选择到红碧玉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黄碧玉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黄碧玉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呢，你暗恋的人对你的感觉，还有没有喜欢你。中间这6张是他现在对你的想法跟感觉，后面3张是你和他在未来2到3个月之间会有怎样的发展。我们来看到前3张牌哦，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圣杯10的正位，我们看到的是权杖4的逆位跟权杖3的正位。好，这一张牌代表的是呢，其实我觉得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你暗恋的这个人对你是好感蛮多的，因为圣杯10其实代表一件事，就是他是很喜欢你的，他觉得你是很适合他的一个对象。但是权杖4的逆位跟权杖3的正位其实都代表着感情这件事情上面他对自己的要求，还有对感情这件事的要求是相对比较多的哦。那权杖4的逆位加权杖3的正位就代表着他自己其实对感情有一个期待，他也希望和你之间如果可以有发展的话，会是照他想要的进度跟他的计划去往前走。但目前的他觉得他和你之间的一个互动啊，还有互相认识都还不太够，就前一段时间他觉得他还不太够，那不太够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没关系，我就慢慢来，照我的想法，照我的计划去往前走。他算是一个企图心强，然后个性有一点固执，因为他就是想要照他的 tempo 去走就对了。我们来看现在的他对你是怎样的感觉哦。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牌的正位，我们来看太阳牌的逆位跟圣杯2的正位。好，这张牌代表的是他其实想要跟你在一起啦，因为其实从世界牌的正位跟圣杯2的正位都代表着他其实真的蛮想跟你在一起的。这种蛮想跟你在一起的感觉是，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可以跟你就是可能一路到结婚之类的哦。但是问题是太阳牌的逆位代表着他觉得现在好像不是很乐观，不是很乐观的感觉是你好像不喜欢他，就是对他自己的感受性上，就是他觉得你对他的反应不是很好，好像你对他是有意见有不满，或者是你觉得你没有，就你表现出来的让他觉得你没有喜欢他，所以他会觉得说跟你之间的互动上面好像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然后你好像不喜欢跟他相处，这是他的一个感受了哦。好，我们这边还看到另外3张牌，就是权杖9的逆位、钱币3的正位跟圣杯国王。我觉得他真的是蛮喜欢你的，因为权杖9的逆位跟钱币3的正位都代表一件事，就是虽然你的表现让他觉得有挫折感，可是他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所以
权杖9的逆位跟钱币3的正位代表着他会放下他自己的一些成见，然后他会用更开阔的心胸去面对你。钱币3的正位甚至代表着他会去学习你对于爱情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想法跟看法。但是我说过他是一个固执的人哦。圣杯国王代表着他对你很有爱没有错，但是他就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步调，他会去多认识你，多了解你，然后去想要知道你对爱情的看法跟想法是怎样。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他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呢？我觉得那个改变幅度是有限的，可是他会想要了解你之后想办法去改变你。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点啦，就是说他不是把你变成他喜欢的样子，而是他知道你是怎样的状态之后，他会调整他自己去和你互动，然后希望你也可以做出一些调整。但我觉得你的暗恋真的是还蛮彻底的，暗恋到他都感受不到你喜欢他，这其实你是不是在他面前太过拘谨了一点呢？好，我们来看未来2到3个月你们之间会有怎样的发展。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魔术师牌的正位，我们看到的是权杖骑士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权杖侍卫的正位哦。这张牌代表的是你和他在未来2到3个月之间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好发展。这种好发展就是互动会变多。其实权杖的侍卫加权杖的骑士代表着你们2个人之间的那个 tempo 是会非常一致，然后关系上我们看到魔术师牌会有很多的一些发展，而且这些发展会是很多元化多面性的。所谓的多元化多面性的就是感情上会有进展，然后肉体上可能也会有进展，可能肉体的进展会比感情的进展更快，因为这2张牌都是权杖牌所以可能说不定会有可能会先上床之类的都有可能。发展是无限性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无限大符号嘛。总而言之，我觉得未来2到3个月是精彩可期的2到3个月。对方如果更积极、更直接在面对你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害怕。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尽可能的好好的跟对方有一些互动，然后你们之间的感情就会有更多的一个好的发展，而且那个进度会快到让你有点吓到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 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我们用独角兽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是 You are gifted， 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其实你很聪明啦，如果他有一些暗示你都可以 get 到，你绝对可以知道他有一些什么暗示，他想要干嘛。但是就是当你知道了之后你要有反应，不是只有知道而已好吗？你很聪明，你知道怎么样去，比如说他撩你的话，你要怎么回撩他之类的。好，第二是 lover， 在他面前的时候就做自己，你想大笑就疯狂的大笑，你想笑得开心一点就笑得开心一点，跟他分享你的开心的事情，他会很开心。也就是说其实他有时候我们这边看到太阳牌逆位这边代表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看到你不开心的时候，他其实也会有点担心你。所以当然不是说叫你强颜欢笑啦，我的意思是在他面前你想开心就开心，让他知道，然后他就会跟着你一起开心，感情也会有更多的进展。好，第3张牌呢就是 Hello and Goodbye 这张牌其实在这个独角兽占卜卡当中是一张很有趣的牌，它就告诉你你身边很多事情就是来得很快去得很快，来得很快去得很快，不是说这个人会走掉。我的意思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2张都是权杖牌所以很多事情的进展会快到让你觉得哇，就是进展非常的快速，很多事情就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宇宙在告诉你，就是说你可能要有一点准备，就是对方的动作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你要试着等着去接招在这边就先恭喜你啦。好，就是选择到黄碧玉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好的，选择到紫离灰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到紫离灰石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
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人对你的感觉，中间这6张牌呢，代表的是现在这个人对你的感觉有没有喜欢。那后面这3张牌呢，代表的是未来2到3个月你们会有怎样的关系发展。好，我们来看前3张牌第一张牌呢是钱币9的正位，还有权杖8的正位，还有权杖2的正位。对他来说，其实你就是一个条件很好的对象，他其实觉得你是一个蛮棒的人，特别是物质条件上面，包括你的脸，包括你的身材，包括你的钱，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如果感情上的话可是呢，有没有爱是一回事，就是客观条件上你是很好的。然后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权杖8的正位跟权杖2的正位他会觉得跟你互动起来很自由很开心，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你们2个人可以一起去旅行去玩去干嘛都可以。但是这几张牌都没有所谓的爱情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把你当成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把你当成是一个很棒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你说的人，他在你面前就是做他自己。所以我觉得他是很享受跟你相处的过程，而且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对象，但是他对你没有太强的感情上的想法，在过去一段时间那我们看现在的他对于你有没有感情上的一些想法呢？他有没有喜欢你呢？我们看到是权杖王牌的逆位，圣杯10的逆位跟圣杯6的逆位。好，这一张牌代表的是，其实坦白说啦，这个跟你好不好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他现在没有想要谈恋爱的意思。简单来说，钱币王牌的逆位加圣杯10的逆位加圣杯6的逆位，它综合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这个人本身对于爱情这件事情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不愿意发展，不想要发展，不相信爱情会带给他什么美好事物的状态。我觉得他前一段感情可能带给他太多的不安全感了，因为圣杯6的逆位跟圣杯10的逆位都代表着他不相信爱情，他也觉得爱情不会带给他什么太安全的感觉，甚至于爱情带给他的只会是一些压力跟不开心。所以钱币王牌的逆位代表着他现在实质上他并没有想要发展任何一段感情，不管是对你不管是对谁其实都一样。好，我们这边还看到的另外3张牌是命运之轮的逆位，钱币7的正位跟宝剑皇后的正位。他觉得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时机点，因为命运之轮的逆位代表着我觉得过去的一些经验带给他很不好的一个感受啦，所以比如说钱币7的正位跟宝剑皇后的正位都代表着他现在只是想要好好的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好好的交一些朋友。你给他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冷静聪明很好互动的对象，当然如果想要多一些发展也不是不行，但是他现在就是没有那个打算，所以他现在只是在想说好啊，那就是跟你之间维持一个还不错的关系。可是坦白说这几张牌他对你都没有太强烈的一个喜欢的感觉，就是没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他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很好的朋友，而且这种好朋友是他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可以带给他很多想法不同观点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是重视你的，可是感情上这一块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想法。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圣杯国王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教皇牌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宝剑2的逆位。未来2到3个月当中，其实我觉得你会慢慢的接触他，然后应该说接触他的内心更多，然后你会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想要谈恋爱。还有圣杯国王的逆位跟教皇牌的逆位都代表着你会知道他对爱情的不安全感是出在哪边。我觉得他是一个你只要愿意问，你敢问他就会回答你的人，他在你面前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伪装，就是你如果单纯跟他讨论感情这件事，比如说你讲一些你的感情上的比如说之前的经验或者是一些观感，然后你去问问他，他就会跟你去跟他 share 这些感觉的时候，他也会跟你 share 他的想法，然后你在这个互相 share 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知道他内心到底在想什么，而且你会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不想谈恋爱，或者是他为什么现在还不想要跟谁谈恋爱，他到底卡在哪边。那当你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你们才比较容易会找到一个解锁的关键啦，好不好？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te。 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的，我们用独角兽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是 change， 这里就在告诉你，就是你现在应该要改变一下你对他的一个
态度或者是做法或者是互动上面的一个方式，因为目前这种方式继续保持下去，你跟他就只会是好朋友，你不做一点改变是不行的。好， You will know in the morning， 有时候如果你比如说醒过来的时候想到他，你就直接跟他联络，不用想太多。这里就在告诉你，就是你有直觉想找他的时候，你就直接找他就好。这个人不怕你找他，这个人如果说你不主动找他的话，他就只会在他有想到的时候才会找你。你不用怕会去麻烦到他，他其实没有在怕这件事情，他对你就是一个很开放，他觉得你是一个很 OK 的人，你找他绝对有一些你想知道的事情，那你就想到他就去找他。第3张牌就是 curiosity 哦，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件事，就是你要对他多一点好奇心啦。你如果不去主动了解他，他也不会主动讲，但如果你愿意问，他就会说，所以拿出你的好奇心，不要害怕。好，就是选择到紫离灰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拜拜。